这个各位无比熟悉的画面中的地球，是1972年由哈苏相机拍摄的。对，就是那个定格了无数名场面的哈苏。哈苏给我寄了一台全球限量1000台的相机。说实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一个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把它卖了的东西，因为它上面有我的生日编号，看0602。这就是那款被 Lynx 称为不用修图的相机，也是拉克斯相机漂流计划中的相机。哈苏 XRD， 唯一的区别是它的配色台元棕。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颜色啊？它的灵感是哈苏的故乡北欧台原上植被的灰绿色与土地的深棕色的交汇。那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的。我的不少家居用品和衣服都是类似这种颜色。那这台相机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大地探索家。那接下来我们的行程除了多洛米蒂以外，像威尼斯、哥本哈根好像和大地探索家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期节目我搁了很久，直到参加完 iPhone 16的发布会后，我们带着它又自驾来到了美国的西部。这期节目的时间跨度会非常的大，它整整陪了我2个多月，探索了4个不同的国家。我还是想先聊聊它的色彩。近几年来，我发现大家选相机的标准慢慢从拍的清晰是第一位，变成了色彩好看也很重要。那这也是为什么 CCD 还有颜色好看的微单，那价格开始水涨船高的原因吧。那当然，好像最近在日本的相机店也在劫难逃了。但色彩本身就是一个玄学，人各有好，对吧？就像同一卷胶片，在不同的扫描仪和不同的冲印师手里，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而哈苏给出的答案是湖南长沙，不是这个 HNCS 这个自然色彩科学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颜色是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审美需求的，那一定是还原人眼所见的颜色。而这2个月的旅途中，我觉得最考验相机颜色是位于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护区的羚羊谷。这是插角羚羊的栖息处，也是纳瓦河族冥想的地方。经历过数百万年暴洪和风的侵蚀，最终形成了这个产出无数电脑壁纸的地方。羚羊谷之前，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攻略，都会跟我们说，导游的摄影水平很重要，而且参差不齐。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导游摄影水平应该很不错。他刚刚在进谷之前，他用衣服擦了一下他 iPhone 的那个镜头。他掌握了提高画质最重要的诀窍。那其实能不能拍好，我心里是没底儿的，因为我们没有预约到下羚羊谷光线最好的时间。我们进去的时候，光比还是会比较大，而即便是一点点光线的变化，会让谷内的颜色截然不同。所以我看到很多网上的照片，颜色都是五花八门的。那于是我只好把这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台 X2D 上。结果 Shadows in the sky, footsteps in the night behind me, targets in their sight, running out of light。 那羚羊谷内是只能拍照不能录影的，也必须有印第安导游陪同才能进入。那我们的导游 RJ 阿米尔说他长得有点像吴彦祖，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他人超热情，而且对羚羊谷的每一个位置都很熟悉，知道好多我们发现不了的机位。那还会帮我们把 iPhone 改设置和滤镜以适应这里的拍摄。那大家可以看看他用 iPhone 拍摄的区别。RJ is my best guy， 拍照真的太棒了。你好。那我觉得他拍的也是很不错的，而且给我和米老师拍了一些合影。所以我在行程结束后给了 RJ $10的小费。那不过给小费在这儿也是门艺术。我说你照片真的拍得太棒了，这时候我就跟他握手，说太感谢太感谢。这个时候陆哥也跟他握手嘛，握手的时候突然看他手肘掌心，我看他出现了一张钞票，就是
这个 timing 给的太是时候了。 He never even saw the money. It was like this. Hey, Chandler, thanks for showing us to our seats. You're welcome. Hey, Joey, thanks for parking the car. No problem. Hey, Chandler. I think they get it. Okay. 一定要 gentleman 一点去给，不能说你拿一沓钞票在那数，然后给还要让他等，这个就是很让他不舒服。就像是在中国你买单，你一定要让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你买单，抢单是吧？偷偷的把单买掉，那个叫买单。你不能说等服务员都来了，谁把单买一下？这一顿啊，上次你来了，老张你别动。那除了色彩以外，哈苏 X2D 和907的自动白平衡也是我用过所有的相机里边最准的。那我从来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频繁调整过白平衡，或者说在光源复杂的时候去测白平衡，因为我知道交给它完全没有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多诺米蒂拍的延时，他们进来，唐璐老师开始干活了，架着2个机器搁这儿拍延时呢，一个大朋友，一个小朋友。光率在多诺米蒂的刀锋山，光线变化都是非常非常快的，色彩也会浮动的非常快。大家看这个延时应该能感受到，但无论光线怎么变，它都给你还原出最接近人眼的颜色。这次 X2D 台元宗的套装配的是55这颗镜头，那可能有人要问了，就是既然叫大地探索家旅拍用的哈，那为什么不配一个变焦头呢？我现在没时间换镜头了，但是大家看那边远远的有一棵树，然后我55这个焦段其实等效也就40左右，那棵树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告诉你们一下1亿像素有什么意义。这就是1亿像素加上超高成像质量定焦镜头的优势，你可以肆意的对图片进行2次构图，不过可能需要一些空间想象力。看一张照片，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当电脑壁纸，对吧？嗯。但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只是它截完图以后的一个 amazing, fabulous, gorgeous。给你看这台机器好不好看？像面包。像面包，这个颜色怎么样？这是什么颜色啊？你觉得是什么颜色？那种炭火。你给我摸一下嘛。哎呀，我现在有点舍不得。哎，就是绿绿灰灰的。绿绿灰灰，我觉得像那种绿卡其。我们这次用 X2D 确实没有像用907X 一样被一路搭讪了，因为它太低调了。如果说907X 像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的话，那这台大地探索家就像是一名温柔的军人，外刚内柔。外刚是因为一体化的机身设计，使得它像防尘防雨这样的性能更好，而内柔是它每一处都打磨的特别的用心。那比如电池做的这种防跌落的设计是两端式的，我开箱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将这个电池取出来。它也有大地探索家 logo 的专属开机画面，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上面有我的生日0602。跟我没关系啊，你怎么不弄那种我们什么纪念日什么的呢？就是勉强算它，你6月我2月喽。对对，就是这样的。这后面有个快看那个电线杆，山和那边的云，同志们，这是有我生日编号的哈苏第一次出街。什么生日啊？我们各自的生日啊！你要说有我和米尔生日，米尔是生日。那在实用性方面，相比于907X 防抖呢是最大的不同。今年年初在体验907X 的时候，我当时说过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防抖，导致一到暗光的环境下拍出来就非常容易糊。那所以像上次在长野一到暗一点的地方，我都不得不把三脚架给架起来拍。而这台 X2D 其实是带5轴7档防抖的。你看现在这个光其实已经非常的暗了。如果是907X 的话，这个时候基本上只能上脚架了。但是现在 X2D 完全还可以手持拍摄。那我自己试过啊，手持拍摄快门调整到1/8以内，我拍出来的相边基本上没有手抖的痕迹。那我更放心把 X2D 交给米老师给我拍照，因为米老师的手是非常抖的，所以用 X2D 给我拍照的成片率是比907X 要高很多的。你刚刚用这个 X2D 跟你用之前复古的那款，从使用体验上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操控性会比那个要好很多，因为它这个毕竟还是有这个手握的这个东西嘛。那个虽然也有一个手柄，但是这个的手持感更好。对，屏幕感觉它更大。这块屏是我用过所有相机里边最大最亮的，即便是晴天，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也都能看清楚屏幕。
哇，这块屏太棒了，你看行吗？这个角度，这个比较好看。我们现在下山了，小小刀锋山，拿下。说缆车不能叫拿下，小小刀锋山，来过。那除了用的舒服以外，因为它是一体化的设计，所以它防雨防尘的功能也会更好。那这点就太适合我们了，对吧？老粉都懂。这是意大利的山，这是意大利的水，这是我老公。我们现在在布拉耶斯河，然后来了以后只有15分钟光就下去了。这张图嘛，如果光好，这个水应该都是纯蓝色。刘海哥，哎，我的福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了？这本来没光就像恩师了，应该唱歌剧的地方。你他妈在这应该。但是下雨了咋办？走啊，回去啊！我们都快到时间了，你干嘛？还讲我？你滑半天。前1秒你还流汗。我唱歌爽归爽，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边唱一边动啊？我们要做一个唱跳型选手。不行，我没有练习2年半。啊，好大的云啊！把哈苏先给我收起来。我给你盖起来。天哪，他们太拼了！他们因为买了票，他们现在要上去。不然嘞？哎，你拿着这么拿，这只手托着这儿。怎么了嘛？那在最后，我想聊聊这台相机的名字——大地探索家。那对于探索地球这件事儿，我和米老师绝谈不上专业，完全是属于人菜瘾大的那种。所以你让我来聊它在严酷的环境下，比如-10度到45度的工作温度，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俩一定比它先挂掉。但就使用而言，也不可能只带这一台机器出门，肯定还是要再配个索尼，因为你有很多，比如说它的对焦慢。它1秒3张的连拍速度，高感一般，还不能拍视频。但我们这次在亚利桑那州住进了一个没网没电的营地，我才意识到这个名字的含义。But there is no like power, right? No, and those are solar lights right here. So listen, my friends. Welcome to our home. We're very pleased that you're here. I hope you thoroughly enjoy it. I will. We'll see you in the morning. And enjoy the views. 那晚上我们仰望着星空，时间被拉得很长。It's near zero light pollution here. The star field is extraordinary. Most of us live in cities, and you can't see the stars. 因为没有电，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屋里的这种灯。挺好，真的。挺好的啥呀？自己刚那刷，想刷出点东西来。等你回来嘛。这个啥也刷不出来。开始研究这个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开始无聊到翻它这个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你要不把那个原始机位收回来？有1个小时吗？没有。怎么没有网？时间过得这么慢。从前车马慢，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你说这是木心的词儿，不是这么说的。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从头顺也失败。没网就在这唱歌，可是可还行。当我举起这台相机拍照的瞬间，它像是给我创造了一个没网没电的空间。巨大的屏幕屏蔽掉了光线的干扰，舒服的操控让我忘掉了操作的存在。那这一刻，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在这样的银河下，说实话，你很难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当我们聊到摄影的意义的时候，定格某个日后用来怀念的时刻，这当然是最大的意义。但我觉得还有另一层，是拍照时感受到的当下的一切。这样在照片生成的那一刹，不仅写进了这一 T 的机内，也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等一下，这就是自拍幕后花絮。